谁的牌子？你是不是传错话了？千真万确，就是您，满贵妃娘娘。是那个，如今这侍寝是个什么流程来着？本宫记不大清了。娘娘，您可问到奴婢了。这是美宫50年没翻过牌子，奴婢也没伺候过呀。也是，罢了，快替本宫梳妆，别叫他等急了。贵妃，你……皇上，您……你先说。您先。知道朕为何50年不来见你吗？这个问题，我仔细回想了一下。快些，要误了早朝，那些老古董又要念叨了。好了，得嘞。那时我是这后宫最得宠的女人，那天她起晚了，衣襟破了个洞，让我给她缝，一忙乱，针落在了衣服上，那根针扎破了皇上的某某，然后我就失宠了。这一失宠就是50年，伴君如伴虎啊！娘子，好久远的称呼啊，就到60年前了。听说没？城郊那乱葬岗今儿又拉来一批。嘿，又有生意了。亲的，这回可发了！不许拿我的东西！诈尸了！有鬼啊！死人追活人啦！站住！把牌子还我！我的牌子呢？你到底藏哪儿了？你竟敢对我动手动脚！你轻薄我！我的贞洁没了，没法活了！我没有，你别哭啊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既坏了你的贞洁，就会负责到底。你跟了我吧，做我的小妾。我要当妻，不要当妾。你这女子出身卑微，怎配当我的妻？你不想要回你的牌子了吗？你好薄吧？我叫陈朗，生于清晨。于是那一夜，在几只老鼠的见证下，我和他结为了夫妻。瞧，这就是我的家，从今往后也是你的家啦。就这么大点儿？有瓦遮头就不错啦。进来吧，相公。你知道这算什么吗？什么？洞房花烛夜。洞房花烛夜是什么意思？男女结为夫妻，一起过的头一晚，就叫洞房花烛夜。那洞房花烛夜要干些什么呢？这个我还不清楚，我奶娘说要等再大点儿才肯教我。那你亲娘呢？怎么不教你？唉，可怜的相公哟。这牌子你替我好好收着，将来会有大用。放心吧，相公，丢了我赔你一个。娘子，这破棚子太挤了，咱得换个大点的房子住。换房子，京城寸土寸金，哪儿那么容易？包在我身上，我去干票大的。夫君啊，你别太勉强，实在不行，咱不是还有你那块金牌牌？永远别打那块牌子的主意，记住了没？记住了。娘子，看我带了什么？夜明珠，老值钱了，从当朝太师家偷来的。你相公我厉害吧？哟，这个有点厉害哦。相公，亲一个。娘子也亲一个。那夜明珠买更大的房子都成。可它毕竟是偷来的，咱得低调，剩下的钱留着慢慢花，往后还得养孩子呢。相公啊，咱们的孩子到底从哪儿来？我奶娘说过，男女结为夫妻就会有孩子的。那我们怎么一直没有呢？这我就不懂了，
这几年我一直琢磨，咱俩咋就没有孩子呢？那就再等等呗，说不定咱们的孩子还在地里发芽呢。等他长熟了，自个儿就落到咱家来了。娘子此话有理。娘子，你流血了，你流血了，好多血啊！相公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相公，我不想抛下你一个人哇！娘子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哇！娘子，别哭了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你撑住，马上就到了。我懂，你跟我进里屋来，我单独跟你说。相公，大夫怎么说？我还有得救吗？走，回家说。娘子，大夫说了，这不是病，你呀，是到了能生孩子的年纪了。真的？那我们马上就要有孩子了？不行，还得再等等，再等我2年。娘子，生辰快乐！来，再喝一个。你今儿这眼神怪怪的，看得我心慌。娘子，天色晚了，我们睡觉吧。娘子，娘子，别生气嘛，为夫给你赔罪。你想要啥，相公都给你买。我记得林家的女孩出嫁那天，一身大红嫁衣，美惨了。我想要一条红裙子。就这个，便宜，耐穿。给我拿云缎来。云缎，你知道多少钱1尺吗？好好看，不像人间的东西。就这匹缎子，为我娘子量身正做一条裙子。你疯了？这得多少钱？钱花在娘子身上，值得很。不过以后得省着花了，等有了孩子，花钱的地方可就多了。是吗？我们快有孩子了吗？好看吗？娘子，你像一朵盛放红牡丹，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倾城绝色。你从哪儿学来这些酸话？娘子，我发誓不会再让你吃苦了，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甜。永远在一起吧，不要分开。永远太虚了，定个期限吧。到我80岁吧，你陪我到80岁。一言为定，我为娘子支棱到80岁。当朝皇上驾崩了，3个月国丧，不让穿仙衣。我的红裙子刚穿没几回。皇上死不死的跟咱们有啥关系？不管谁做天下，咱的日子不还是一样？娘子，没睡啊？醒了，没你抱着，冷。娘子，我那块牌子你还留着吧？留着呢，没敢卖，怕被你揍。你明天拿来给我吧。那块金牌袍就像是我牵住他的绳子，当初为了金牌袍追着我满街跑，为了他才跟我结的夫妻。如果我把金牌袍还给他，他会不会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走了呢？瞎想什么呢？以为我要跑是吧？我这辈子是赖定你了，你赶我都赶不走。喏，还你，物归原主啦。谢谢你，娘子，替我守了这么久。好家伙，我预感到这伙人是冲着陈朗来的。陈朗，出来，有人找你！来者何人？来者，太师霍风。太师完犊子了，来要夜明珠的！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什么也没做，跟我没关系。饭要糊了！
他怎么把牌子扔了？参见皇太孙殿下。参见皇太孙殿下。我觉得这个陈郎好陌生，我跟他相处多年，在我面前，他就是个平凡、温暖又小无赖的丈夫。可现在，面对这些官兵和太师，他变成了另一个人。皇太孙，他们叫他皇太孙。太师，不必多礼。这么多年，委屈太孙殿下了。今日老臣奉先帝遗命，恭迎太孙回宫。你可以不走吗？你当然跟我一起走。我不想走，我舍不得这个家。没有他的家，就不是家了。我从未想到，有朝一日，我会以如此气派的行装进入皇宫。这天底下最森严禁密之地。你知道陈朗在哪儿吗？我进来3天了，一面都没见着他。夫人别急，太孙要做皇上了，您将来就是皇妃，等着享福吧。皇妃放在普通人家，那不就是小妾吗？娘子，生我气了。你别拉长着脸啊，我好怕。好吧，这一开口还是我的陈朗，想死你了！4天不来见我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他们抓着我不放啊！一会儿给先帝扶灵，一会儿祭拜太庙，一会儿接见大臣，我睡觉都睡不成。你要当皇帝了？娘子，来坐下，我跟你讲讲我的身世。我的父亲刘润是先王的嫡长子，周岁就被封为王储，而我刘陈朗是父亲的嫡长子，周岁被封储孙。我生来就是要继承王位，直到祖父宠上了一个姓姜的宫女，封她做了贵妃。姜贵妃给祖父生了个儿子，老来得子，祖父把他母子宠上了天，我父亲和祖母全被冷落了。姜贵妃想上位，就天天挑拨我父亲和祖父的关系。最毒的一招，她构陷我祖母，说祖母用巫蛊之术咒祖父早死。祖父信了，他命我祖母自裁。自裁？皇后就因为一个破的脏水？我父亲为祖母争辩，反倒激怒了祖父。祖父要废掉太子，满朝文武拼死反对，废不成，祖凤就下令封禁东宫，把我们一家全关在里面。关在里面，然后呢？然后东宫失火了。那晚天干物燥，风急，东宫着火了，火光冲天，浓烟弥漫，里面的人哭喊求救，惨绝人寰。禁卫军说没有皇上谕旨，不开宫禁，不救火，200多条人命就这么活活烧死在里面。我父亲、母亲、2个弟弟、1个妹妹，无一幸免。其实，还有一个人活了下来，就是我。东宫后院有个洞，刚好够我的身子钻出去。以前偷偷溜出去玩的，那天却成了我的逃生之路。
你那时候才多大？逃出来以后，我扒上了一辆往宫外运尸体的马车，混出了皇宫。我虽然小，但我知道，江贵妃不会喜欢我活着。皇宫这个家，再也回不去了。这块牌子是祖父御赐的皇太孙福信，是我唯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难怪你当年拼了命也要追回来。祖父病复清醒后，听到东宫事，沉默了很久。此后再没立新后，也没立新太子，直到他驾崩，皇位没人继承。后来他猝然驾崩，皇位由谁继承，就成了个问题。江贵妃想把她儿子推上皇位，就在那时，太师站出来，告诉满朝文武，皇太孙还活着。等等，霍太师怎么知道你还活着？他是怎么找到你的？那年你去太师家偷夜明珠，其实不是偷的。娘子，你很聪明。我小时候经常去太师家玩，跟他相熟。那晚我壮着胆子去相认，他见我还活着，跟我抱头痛哭。可那时江贵妃的权势如日冲天，祖父的态度也惠美如深，太师让我折服，万万不能暴露。祖父驾崩后，太师一派赢了，江贵妃被逼殉葬，他儿子被外放藩国，蛰伏了这么多年，这个皇位终于回到我手上了。我以为这些年只有我和他相依相守，其实他身后还有霍太师的暗中保护和支持。心思单纯的跟他过日子，人家却是在卧薪尝胆。我第一次对我的夫君有了不一样的看法。明天他就要登基了，而这对我意味着什么，我还没有想明白。娘子，为何愁眉苦脸？你该高兴才对。我当了皇帝，你就是皇后，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，我跟你许诺过的。哦，是吗？我可以当皇后吗？当然。那你会纳妃子吗？当然不会。不管我是皇帝还是平民，我都只爱娘子你一个人。我的夫君成皇帝了。贵人，跪下，快行礼。不用跪，以后都不用跪。你是我有娘子，我是你相公，你我之间永远不变。你们别跟着了，我要跟娘子单独待着。娘子，我已经跟太师说了，要尽快立你当皇后。太师会同意吗？同意不同意，由不得他。你是我的妻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难道当了皇帝，就可以不要结发妻子了？太师，她是我的结发妻子，立她为后有何不可？不可。到底为什么？给个理由。没有理由。不管怎么说怎么求，他就是不同意。陈朗虽然是皇帝，还没到亲政的年龄，目前由太师佐证，太师说一不二，陈朗竟也毫无办法。你与皇上是夫妻？是。可曾有父母之命？没有。可曾有媒妁之言？没有。可曾有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、迎亲的6礼？没有。哼，那这婚姻可不作数。你充其量只是个妾，还是个贱妾。哼！太师家中可有纳妾？这是我的家事。他们陪您生活起居，为您生儿育女，操劳一生，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可在您眼里就只是轻贱的物件。没错，连同他们所生的子女都是贱的。我明白了，原是我不配。你自幼陪伴皇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封个妃子，本本分分待在后宫还是可以的。我会劝服皇上，在立后一事上听从您的安排，作为交换，
也请您帮我2件事。你讲。第一，送我出宫，皇上不会放我走，我需要您的帮助。你要出宫？皇上爱我可深了，您希望将来我把皇后的宠爱都争走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第2件事是什么？第2件事是您答应给我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现在还没想好，您只要答应给我就行。放心，您给得起。好，我答应。太师是个爽络之人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不行，咱们不能跟他妥协，我会为你争取到的，你要相信我。陈老，你先坐下，听我说。第一，没有太师的帮助，你当不了皇帝。他对你恩情大如山，现在该是你报恩的事，不是对着干的时候。第二，你还没有亲政，朝堂凶险，多少人盯着你的位子，你刚登基就跟太师对着干，他以后还会尽心帮你吗？第三，太师权势之大，超出你我想象，江贵妃都斗不过他，他能立你，也能废你，惹恼了他，我们都会没命。娘子，我不想娶别的女人当皇后。我也不想你娶别人啊，心痛如割，可是无可奈何。娘子，我不愿负你，真的不愿。陈老，从你跟太师相认那天起，你就该想到我们会有这一天。这里从此还是我的家。你果然在这儿，你为什么要跑？你不要我了吗？没有不要你啊，我只是不想待在皇宫，回咱原来的家住，不可以吗？这不牛郎织女吗？我不同意。那你也搬回来住呗。你，娘子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就算当不了皇后，你可以当贵妃，我只宠你一个人，一辈子只宠你一个人。我不做江贵妃，你也不要做武宗。没事啦，别难过，我还是你的娘子，你还是我的相公，你有空了随时回来看我。你要是怕我走，那就派兵把守着我呗。我娘子才不会走，我的娘子永远爱我。那咱们会一直这样牛郎织女吗？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身边？陈老，我怕你快快长大，怕你亲政，怕你独立，等你不再需要任何人辅佐，能靠自己治理天下。好，娘子，你等我长大。在这里好多天都睡不踏实，还是回到这里睡得香。谁惹你生气了？霍太师说，我该立皇后了。哦，皇后可能会是谁啊？霍太师的嫡女，霍子阳。果然，我早就料到霍太师会把皇后之位安排给霍家女子。他人怎么样？你见过吗？其实我和他打小就认识，5、6岁他就来宫中跟我一起玩，所以我倒也不讨厌他，但不会喜欢他。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嘿，5、6岁就勾搭上了啊？你想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别气了。娶个知根知底的女子，总比娶个陌生人强。反正立皇后只是完成任务，不影响咱们。恭贺皇上百年好合，龙凤呈祥。怎么会这么疼？不就来个癸水吗？今晚他……娘子，你没事吧？
你不要想不开啊！不要丢下我啊！我没事，别咒我死，求你了。娘子，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因为我娶了皇后，所以嫌弃我了。好像是有点道理。娘子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真的？娘子，我好喜欢你，你可不要抛下我啊！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，平淡中掺杂着喜怒哀乐。我和陈朗还和原来一样。说好来陪我过生辰的。病了，被废了，还是被暗杀了？不行，我得进宫去找他。你没事就好，但你怎么怪怪的？说吧，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？你都知道了，娘子。我没想到你的生辰和皇后的生辰是同一天。那天宫里摆了宴席，太师他们都在，我走不开，然后就被莫名其妙灌醉了，然后所以你就半个多月不来见我，害我担心的要命。我没脸见你啊！这半个多月，我都在想怎么跟你交代。那你跟我讲讲，皇后是个怎样的人？我挺好奇的。她呀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你俩有些地方挺像的。哦，比如？你俩生辰同一天，而且长得还有3分相像。娘子，你别生气，可能是我太想你了，看谁都像你。最近我也是，看谁都像你。你看了哪个人？不就眼前这个？我是你相公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在变。做皇帝的磨练很残酷，我认识的那个少年变得越来越坚硬深沉。一如我所料，随着他年龄增长，嫔妃也在增加。唯一不变的是，他一直对我保持着依恋，这种依恋包含着炙热不息的爱，从小到大的习惯，还有深深的愧疚。我又能拿他怎么办呢？是我的让步和纵容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局面，我只能接受，不想争，随他去吧。搬进宫住吧，正式封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唉，我懒得很，不想去后宫那种是非之地，就让我在这苟着吧，好不好嘛？好吧，好吧，唉，我真是拿你没办法。陈朗17岁那年，第一个皇子诞生了。娘子，我当爹了，第一个皇子。恭喜你啊！你急什么呢？你又不缺子嗣了。我总觉得你迟早有一天会离开我，如果有个孩子就能拴住你，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，直到60岁、70岁、80岁。不管有没有孩子，我都会陪着你，直到80岁。好，那我就为你支棱到80岁。你今天这是什么阵仗？擢封满贵妃，赐居美满宫。什么？干嘛？我说了，我不进宫当妃子，贵的也不当。为什么？给个解释行吗？前2天不是说好的吗？不是我要给你解释，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。那是什么药？温阳补气的药啊，
调理身体的。我前天走的时候你还没醒，我取了药渣回去给太医验。太医说这是柯子草，俗称避子药。是谁让你吃的？你还记得吗？好久以前我们就盼着孩子，那时候我们连怎么才能有孩子都不知道。在我心里，只有我跟你的孩子才是我的孩子。可你根本不想生我们的孩子，你一直都在拿我当小孩耍。这可能是个误会，大夫给我抓错药了。你等等，我去找那个庸医算账。这些年是不是我太惯着你了？你不进宫我依，你不封妃我依，你现在连孩子都不愿生，你是不是想离开我？许哪天你就突然消失，我再也找不到你。夫妻，陈朗，我们早就不是夫妻了，你还不愿承认吗？承认什么？我一直拿你当我的妻，我们说好相守到80岁，你想提前跑路？从今往后，我不惯着你了，跟我回宫。陈朗，你想抗旨？后宫，无数女人向往的地方，我却避之不及。想当年17岁穿它，像朵红牡丹，穿上去给陈朗看看，给他个惊喜。大胆！怎么了？正红色，只有皇后才能穿。你一个贵妃穿正红，是在挑战本宫。满贵妃穿正红僭越，公然挑战皇后。都说她是江贵妃转世，要祸乱刘家王朝。从始终，作为皇帝的陈朗都坚定站在我这一边。他为我争辩，为我顶住皇后和大臣们的压力，甚至在风口浪尖时，夜夜来我寝殿，宣示他的态度。这场东宫大火，仿佛是老天爷给当朝天子的警告。当年亲人葬身火海的惨状，一定令他终生难忘。亲眼看着至亲之人在生死边缘挣扎，他撕心裂肺，他痛苦不堪，却也无能为力。皇上，咱们回去吧。朕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连老天爷都要惩罚朕？你最大的罪过，可能就是做了皇帝，还肆无忌惮地爱一个女人。明明我从小到大一直这样爱你，为何现在成了罪过？因为他们被江贵妃吓怕了，他们说我像极了江贵妃，出身低贱，独占圣宠，不是女妖成精，就是女鬼附体。你不是妖，也不是鬼，你是把我从乱葬岗里救出来的菩萨。没有你，就没有我。娘子，求你先委屈一阵子，给我点时间，等我摆脱霍太师的掌控，收拾了霍家，我们就能好好在一起了。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夜了。我叫宫女拿件新的来。你帮我缝。你慢慢缝，我想跟你最后多待会儿。原来相处只剩这最后一点时间了。因为我留在皇上衣服上的针，我失宠了。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伤，但他就是不理我了，不见我了。满贵妃失宠了，还摆什么架？罚封3月，宫人裁撤1半。哟，这不是满贵妃吗？怎么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了？臣妾知错了，求皇上开恩，见臣妾一面。傻娘子，意思意思就行了，求你别再磕了，我心疼要死。快回去吧，下雪了。亲你，爱你，想你。满贵妃是不是疯了？别靠近，快走快走！来人，把他！谁敢动本宫？本宫是江贵妃。
装神弄鬼，黔驴技穷。霍小满，我要见太师大人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乳名？7岁之后就没人叫过了，连皇上都不知道。鬼是什么都知道的。我是江贵妃，我要见太师，不然我的魂魄会缠着你，让你日夜不得安宁。我娘，我叫我父亲来收拾你。今夜子时，我在北美满宫等太师。满贵妃，现在不用装神弄鬼了，说吧，为什么要见我？大人，我是雪儿啊，您不认得我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雪儿啊，我死的时候好惨啊，大人，我好惨啊！你不是雪儿，你是他的女儿小满。原来爹爹还记得我啊！原来你还活着，怪不得觉得你有几分眼熟。爹爹希望我死吗？不，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。贱妾所生的女儿，生下来就是贱的，不配拥有您的关爱。这些年是为父亏待了你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还记得那年我跟您做的交易吗？我让出皇后之位，您答应我2件事。第一件您已经做了，第2件要给我一样东西。我记得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您的命。你知道我娘死前有多痛吗？你也尝尝她的感受吧。我娘叫血儿，是你的妾，你有很多妾，她不算特别，可她满心爱着你，天天念叨你，你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给过她。有一次家里大宴宾客，一个贵客看上了我娘，向你讨要，你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我娘抵死不从，你恼了，抓起油灯砸在她身上，从此世上少了一个人。第2天你酒醒了，觉得做得过头，命人把她好好安葬，从此再也不提。然后你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你把嫡女的乳名改了。她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，长得也有几分像满。她是大小满，我是小小满，却因为一嫡一庶，一个生在天上，一个注定在泥潭里翻不了身。几天后，我从那个家逃出去了，麻木的活着，直到遇见陈朗，他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光。可就是这唯一的光，还是被你夺走了。婢子药是你换的吧？怕我生下孩子牵绊住皇帝，就偷偷把我的温阳药换了。我一忍再忍，都是为了陈朗。他还没长大，地位不稳，还需要你扶持。只有等他真正独立，你成了他的累赘，我才敢下手。这是我生而为人最后的优雅。